几年来，我有幸与一位八极拳爱好者进行实战切磋，虽然这些切磋纯属娱乐，但他们也揭示了武术实战中的一些重要问题。这段友谊始于公园的一次偶遇，当时我看到他和几位武术爱好者在公园里练习，他们清理出一片空地，专心致志地练习着各种招式。他自幼对武术充满热情，涉猎颇广，八极拳更是他的专长。他的训练成果显而易见，比如铁山靠足以将单杠柱子撞得响声震天。起初，我希望能从他那里学到一些实用的招式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也很乐意教授，向我展示了一些看似简单却威力巨大的技巧。这些技巧在演示时似乎不需要太多力量，却能造成巨大的伤害。然而，我心中有些不服，因为这些动作都是在配合下完成的。我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如果没有配合，这些招式是否还能发挥作用？为了找到答案，我们决定购买护具，进行更接近实战的模拟对抗。结果出乎意料，我们的对抗与街头斗殴无异，没有招式，只有混乱。无论是练过还是没练过的人，在实战中的表现都大同小异。新手在第一次实战中，往往会感到紧张和害怕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忘记了所有的招式和技巧。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体验。尽管我自认为体能不错，能够完成多次半程马拉松，引体向上也能做20个左右，但在实战中，我发现自己和对手都很难击中对方，不到1分钟就筋疲力尽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有时间，我每周都会和他进行2次拳击规则下的实战练习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实战的刺激和乐趣远超我的想象，而他则希望通过实战来验证和运用他所学的招式。经过3年多的实战练习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在水平相近的情况下，几乎所有的招式都难以施展，尤其是那些复杂的技巧。最初，我试图总结并练习拳击中的组合拳，但实战中几乎没有施展的机会。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，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，能够躲闪和防守，控制好距离、节奏和心态就已经足够。在进攻方面，只要练好基本的前刺和后直拳，就已经足够应对大多数情况。此外，我还与一些没有实战经验的人进行过对抗，在这些对抗中，我通常不会还手，让他们随意攻击。几分钟后，他们通常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并选择放弃。如果我还手，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尴尬，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友谊。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，武术的实战应用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。技巧固然重要，但在实战中，心理素质、体能和对